选的关键时刻，今天川普他又让全世界震惊了。你看到他在出social上面，他改了维基百科照片，他跟大家讲说，我就是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全世界吓疯，你搞真的假的？好，当然只是哭手之外，他更表达一件事情，他背后是要表达是跟路透讲的一样，他在警告中国远离美洲，这就是我的家。那为什么远离美洲之外，真的只有这地方？没有，是全世界。你可以看到，原本索马利亚1月9号的时候，他开了大门，要欢迎中国的王毅进来。他为了他搞了什么？他搞了宵禁、治安差嘛。结果红地毯都已经铺好了，王毅放鸽子了。最后他只给出一个答案，叫做技术性问题。索马利亚这个地方跟中国这么好，而且中国在这个地方旁边吉布地是中国唯一的军事基地。照理来说，旁边有这么多的军武，旁边有这么多人罩你，你应该不会怕啊。那难道真的是因为中东现在的大乱局导致你王毅真的不敢去吗？明明有这么多的武器跟军人在旁边，你为什么不敢呢？而现在中国在国际上面的局势，只能说越来越窘迫。你看到今天伊朗已经呈现一个快沦陷的情况，甚至连俄罗斯普丁的智囊团，它叫做镀金，他直接讲非常明白。而由于中国冷眼旁观委内瑞拉与伊朗的沦陷，当中国成了美国的目标时，没有其他国家会帮忙中国。今天你眼睁睁看着伊朗，但你什么都没有做，等于是已经下了最后通牒。所以世栋哥，这样一路看下来，中国在国际上面，真的从来没想到委内瑞拉的事情一发生之后，中国在国际上真的是用4个字形容：寸步难行了。没错，从最近一连串的国际事件，你可以看出来一个重点：习近平呢还想跟美国呢平分太平洋，还想要2个国家一起相处。我看门都没有，为什么门都没有？我跟大家讲，什么叫做真正的老大？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呢，川普做了什么动作？他说他人家这个路透就说突袭委内瑞拉，叫警告中国，你给我远离美洲。对。另外你看他还在他的出搜学上面来说，贴了这张维基百科，他把它弄上去了哈。他 Acting President of Venezuela。他说我是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啊！你看他就敢这样讲啊。另外一个他说什么？这个白宫还贴出一个这个照片，他说我们有3件事要说：天佑美国部队，然后天佑美国，而且我们才正要开始要处理就是事情还有很多我们要处理啊。所以呢，美国这种强势的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来对比中国，中国现在怎么办？丢了好，我们要照理说，你这时候应该，如果你真的敢，你就勇敢的跟川普杠嘛，哈。对。世界有2个国家，我敢跟你杠，没有啊？川普往前冲，你退回来。譬如说很简单啊，委内瑞拉目前爆成这个样子，你习近平有说什么？没有。那现在呢？你看伊朗现在出事了，你现在一直在切割伊朗啊，切割伊朗啊。所以呢，连俄罗斯的这个普丁旁边的重要智囊镀金，他说什么？你看你冷眼旁观委内瑞拉，还有伊朗。你看，当中国成为美国目标之后，没有其他国家会帮忙中国、你没有朋友了，你再这样下去。所以习近平啊，你不是老大的料嘛，哈，那不是老大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是什么？王毅原本要到索马利亚去访问。结果呢，因为最近中东太乱了，所以他想说啊，糟了，我最好不要去中东这样的状况，所以他就没有去索马利亚访问。所以呢，然后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啊，王毅是因为技术性的问题，所以推迟啊。所以老半天就是你要去到有这个所谓有战火的地方，或是比较混乱的地方，你连去都不敢去，这就是中国的外交部部长。索马利亚不太对呀，人家是为了他搞宵禁，是。红地毯都铺好了，对，要欢迎你王毅来，对，结果你给我直接在国际上放鸟的，对，没错。事实上，王毅这一次是他要到很多欧洲国家去访问，那原本就会经过索马利亚，就没想到他就说，哎呀，我们跟这个索马利亚的这个他们叫索马里哈，2个外交部门友好协商，中方因为排程的原因调整了这个所谓王毅有关访问的行程，双方针对下一步的保持沟通的一个状况。所以简单嘛，你看他这一次他先到伊索比亚。那伊索比亚他原本就要去这个索马利亚，就没想到直接就坦桑尼亚，那就这样啊。那就你看他没有去的时候，他还没说，哎呀，他说我们一贯的这个支持索马里维护国家主权啊、统一还有领土完整啊，然后反对索马利兰勾结台湾当局独谋的这个行径。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方将深化2国的经贸安全还有防务等等的合作，这样一个状况。好，那我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图，这个图你就看得出来，索马利亚在这里，好。那索马利兰在这边，好，我们承认索马利兰嘛，那还有包括说像以色列也承认索马利兰嘛，对。那现在
啊，我先到伊索比亚访问，然后原本要到索马利亚，这很近嘛，觉得没有，他就到这个坦桑尼亚去，就没有到这边来。那为什么他不敢到这边来呢？因为很简单嘛，因为索马利兰现在谁挺？以色列挺对，那以色列挺他来说，如果我真的这个到索马利亚去访问的时候，那搞不好我跟以色列关系又闹翻。可是照理说，你应该没有不敢去啊。你说这边就算是动乱，这个治安不好，吉布地在这边，我有全世界最大海外基地啊。这个中国军队在那边呢，盖了一个非常大的碉堡，很多军队在那边，你也不会问题啊。唯一的海外基地，对啊，不会问题。那为什么这样？因为很简单嘛，因为索马利亚跟索马利兰两个国家不稳定嘛。那现在也门也不稳定嘛。那好，我如果来这个地方惹怒了以色列之后，以色列现在又要打这个中东的这个伊朗嘛，所以好，那我就不要去了。这么复杂的地方，我去都不要去。所以王毅他怕死，对，他就不要去，因为什么？现在对中国来说的话，他不希望又中枪嘛。对，他现在已经好不容易一直躲，没想到不想要再中一枪，所以他事实上现在这就是中国的外交困境。好，那中国的外交困境来说，还有另外第二个，你看，结果《华尔街日报》报什么？他说：“南非最近呢要主办跟伊朗啦、俄罗斯啊，还有中国的这个相关的海上军演啊，会惹怒川普那个状况。因为为什么？因为南非这一届的政权本来跟川普就非常不愉快，川普指控南非说：你有种族隔离政策，你欺负我们在那边的白人兄弟，这样一个状况。好，所以他就这样，就他说，这《华尔街日报》点名说伊朗这些国家，就这样，他们要主办这个，就这样，中国说什么？”中国就说，你看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网啊，他说和平意志2026海上联合军演举行开幕，就是他讲这个在南非举行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我们联合这个开幕仪式来说，跟中国、俄罗斯还有南非等金砖国家成员一起参演，他只字不敢提伊朗，不太对，是这中国、俄罗斯、南非，你伊朗在哪里？是你今天不是华尔街日报已经写了，伊朗、俄罗斯、中国海上军演，没错。你是怕什么？他不敢写。好，那我们看，事实上这次参演的有没有伊朗？当然有伊朗，伊朗在这边啊。可问题他就不敢写啊，中国的官方都不敢写伊朗，说没有，我们没有要跟伊朗进行联合军演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你知道，显然中国官方也非常怕说，如果我们又跟伊朗扯在一起的时候，搞不好我们又要中枪。好，那我跟他讲，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这个中国对伊朗的态度，我跟他说可以说是不闻不问。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件事情，这是在1月7号。我们事实上现在已经到12号嘛。1月7号之后，你看伊朗不是没有跟中国求救过哦。照你看，伊朗驻这个中国的大使法里兹在北京举行了一场这个会议嘛。他说现在被美国威胁的国家很想把自己置在像中国这样强大国家的保护伞之下。所以委内瑞拉不是就是这样吗？对。好，他说其实伊朗的意思是自己我做惊其他南方小国也很害怕，所以想要中国来进行军事保护。那希望中国能够带领南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层面共同对抗美国的霸权。你看，他等于是直接跟你说，我跟你讲阿公你要出来挺嘛。所以他1月7号这一天，这个人已经在求助了。对，中国你要帮我。是啊，我们不能成为下一个委内瑞拉。对，没错，这会出事的。对，当然啦。所以那你知道中国的回应是什么？已读不回，然后就出了一个文章，他说什么？你看，这1月7号嘛，他在北京讲的。对，1月7号，对方已读不回。好，已读不回之后，你看12号一个社论就出来了，伊朗又开始忽悠中国要替他挡枪了，自己站不起来，不坚定才会导致今天这个样子。好，那还讲了什么呢？他说呢，我跟你讲，伊朗不是不能给中国提供任何帮助的，但是反过来讲，没有中国购买伊朗的石油跟一系列的经济合作，伊朗早就扛不住美国的打压跟封锁了。所以你有今天是我们在帮你，你不要说我们不帮你，我们有帮你啊。他不帮忙也就算了，还怪东怪西。现在就倒打嗨超扯的。对，倒打嗨吧。然后说什么伊朗本来就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中国怎么会轻易的承诺呢？直接这个冲突的直接承担这个冲突的这个风险跟代价呢？所以没啦。所以他说什么？我讲你伊朗你卖修桥鬼，问中国一定撑你撑了很久了啦。那现在只是说，因为这个川普老大哥来说，我们不撑，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好说，那你看，我就讲，连伊朗的大使都在北京呼吁你要赶快出来，就这样，中国没有。他只叫你说别做梦，中国会帮你挡枪，而且我已经帮忙你非常多次，对，你还是要谢谢我。觉得我今天没有帮忙你，我过去帮忙你那么多次，是你也要谢谢我。对，所以哇塞，这种人，所以为什么哈米尼后来会打电话给川普，就是这样嘛？因为他没办法帮我啦，没办法帮，那怎么办？那就只好打电话给川普求饶嘛。问题是川普现在不来这一套。川普说我们现在准备要军事打击，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今天，搞不好明天，这个美国就要军队可能有出发的这个状况。好。那我跟你讲，尤其是哈米尼呢，如果看到这个消息来说，他真的会吓一跳。你看，这是白宫的这个新闻秘书李维特，他发了一个这个出手前发了一个，你看
停下你在做的事，你要读这一个，对，读这个。这个是谁呢？这个是有人呢，就我们知道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委内瑞拉的守卫，就是说他当时在护卫这个马杜罗的时候，他讲了一段文字嘛，哈，他的文字是什么呢？他说呢，这个委内瑞拉这个受访者说，美军呢来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知觉。他说我们在执勤的时候，突然所有的雷达、所有什么都完全都被关掉，关掉了说，然后后来就有飞机来嘛。那飞机来说，我们有很多他们降了大概20个士兵，然后他说这些士兵的装备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太强了。然后他就说，我们也准备跟他拔起枪，就没想到我们数百个人呢，我们完全没有胜算。他说突然之间美军呢突然发射某个东西。然后像是极其强烈的声波，对，嗡这样出来，好，然后他就说我的感觉是脑袋像这个好像要爆开一样，那所有人就开始流鼻血，有人开始吐血，然后我们倒在地上，完全没办法动作。真的假的？100多个人想要去拿枪起来，对。我流了鼻血，是，我开始吐血，是，我没办法动，对，没办法动，没办法，所以他就说形容是一场屠杀嘛。他说我们根本无法跟他们那种科技还有武器抗衡。我发誓，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状况。那种声波武器影响中，我们甚至连站都站不起来。所以他的结论是，美国是不能够随便招惹的国家。对，然后呢，李维特就跟你说，你最好看一看这篇文章啊，哈，那什么意思呢？他没有否认啊，他就说你看看这篇文章，美国也没有说什么。所以我们刚刚讲，美国突袭委内瑞拉是警告中国，你不要给我碰美洲任何事物。是。李维特今天这个篇文就是写给你中国看的，对，这就是我们美军的武器，你还要跟我们斗。所以我就说嘛，你中国看到这个武器来说，你也是，跟他好，我们还是不要站在伊朗这边。那伊朗官方也看到这个文章，他也会害怕，对，也有可能，美军垂降下来要这个逮捕何美尼，也用这种武器啊。这有什么困难吗？我要抓你哈米尼太容易了吧？所以为什么后来美军这个哈米尼赶快打个电话，老美你不要用这种武器哈。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实际上就有人去说，这个叫做长程指向性的这个声波装置。那这是什么？这是过去其实美军已经有用这种所谓声波武器，但这种声波武器来说，真的能够这样子吗？因为有些人就说会让人会摧毁我们的人的耳朵啦。但还有另外一种武器是可以让跟人的内脏共振。其实简单来说，就有点类似说，譬如说我们在做那种所谓大魔神、大怒神这样上下，把我们内脏都搅了很难过的时候，其实你本来就会站不起来，是类似这样的感觉。所以它是这种声波武器，但是到底有没有不知道，因为这个守卫讲的煞有介事，然后李维特还给你转发，所以我就讲，事实上这些武器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哇，美军实在太强大，不能够惹啊。所以呢，事实上你看，川普就在那边讲嘛，川普就在那边说，他现在已经是委内瑞拉代理总统啊，对不对？所以他就说，委内瑞拉反正我已经是我的天下了。好。那我就讲，事实上，那中国媒体现在中国媒体怎么帮这个伊朗呢？我跟他讲，他现在只能够用嘴巴帮你。你看，他中国的这个新闻说，伊朗不是委内瑞拉，所以你不要把伊朗想得太弱，伊朗强多了。对，所以他意思是说什么？他不像马杜罗被抓走之后，是不是就完全垮了？他说呢，这个哈米尼他们有他们的宗教系统什么，所以你抓哈米尼也没有用。所以他就说，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你不是抓哈米尼就有用这样的状况。俄罗斯总统的智囊这个杜金。他出来讲这个话，他其实在警告中国，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看，如果这次在袖手旁观伊朗的动乱的话，甚至变天，那么下一个遭殃会是中国。那尤其是当中国承认美国的目标的时候，没有其他会帮忙中国的一个状况。那他指的当然就是说，如果假设伊朗这个所谓川普要对付俄罗斯的时候，你要站在我这边啊，不然你看一个一个都没了之后呢，我跟你讲，以后没有人会站你这边。所以他等于是警告中国说，你那波。”没有义气嘛？怎么可能？小弟都帮你开枪，结果没想到这个要抓人的时候，你老大不见了哈。那我讲这个杜金有没有很重要？杜金当然很重要。之前呢，杜金的女儿不是在这个俄罗斯被炸死吗？被炸死，其实当时就有人就说，其实他原本是要锁定杜金，就没想到他女儿就坐上那个班次，那个坐车就炸掉，就炸死他女儿。事实上要炸的是杜金。因为杜金可以说是这个普丁后面那个理论派大师，他最重要的智囊，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他出来发言，我觉得相当具有一些分量。他可能出来代表普丁警告中国，他说你要帮一下啊，不能这样子啊，对不对？因为你不帮他们两个，你也可能会不帮我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有一种唇亡齿寒的感觉。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刚才不是讲吗？现在的委内瑞拉代理总统是谁？川普。对，川普现在就说，你看。我警告哦，你中国远离跟美洲这样一个状况哦，对不对？好，那他现在直接说什么？
他事实上这个川普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上礼拜五啦，他跟石油高管有会面嘛，他会面他说为什么我要入侵这个，为什么要抓马杜罗？他说因为他对于中国跟俄罗斯这两个近邻呢，而且他们在委内瑞拉里面来说，他感到非常不安的这个状况。对，他说你看。我警告中国、俄罗斯哦，你们在那边相处得很好，我很喜欢你们，但我不希望你们在委内瑞拉，你们不能够在委内瑞拉，所以你们不能够去委内瑞拉。但是呢，你要来开石油的话，可以。所以他现在就是说，我要准备要去开采石油，但是如果你中国要买，我可以让你买。对，而且你知道，事实上，照了这个礼拜五，这个就是说礼拜五他跟石油大亨见面，他就说，我们美国已经控制了全世界55%的石油蕴藏量了，就包括这里面包括什么？美国自己本身，委内瑞拉，对，包括说他控制了伊拉克。然后这个加拿大他可能也快要拿到，就55%都拿了。好，所以这些我要控制什么？我就等于是控制的中国嘛。中国已经没有控制住了。好，那现在怎么样？他下一步会怎么做？现在有2个单位呢，现在川普看着你们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呢？第一个，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的这个内乌肯的这个升空战，这个是之前政府跟这个当时的这个中国达成，就是因为中国想要发展太空嘛，对不对？他今天不是说我要打几十万颗的这个低轨道卫星上去吗？好。这个需要，因为中国除了他们自己本身的雷达站之外，在南半球也需要有一个雷达站。对，所以当时建的这个是为了要太空发展。那这个，现在的这个阿根廷总统呢，他跟中国一点关系都不好，他是美国川普的铁粉呐。所以呢，这个有可能呢，他已经说要把它废掉。对，那我们就看他是不是真的就把它废掉。好，废掉的话，中国这个太空计划在南美受到非常大的打击。另外一个前海港，就现在这个港，美国已经盯上了。所以你看，你智利现在怎么处理？才刚开，就搞不好过一阵子又没啦。所以那为什么这样说？你看他这次抓这个马杜罗，不是告诉你吗？你中国势力不要来给我南美洲啊！所以他委内瑞拉根本是杀鸡儆猴嘛。阿根廷的卫星拔掉，秘鲁的情况拔掉。对，所以这2个你就赶快给我处理掉。所以我就讲，川普的行动是告诉你说，我真的要做的时候，我跟你讲，上面给我捞多啊，捞多就是我被走我的走。好，那什么叫做say哈呢？就是你看你这个一直讲说要挑战我，但是我真的出头的时候，我真的给你棒槌的时候，你又不敢反击。所以就是说，中国想要成为挑战美国的那个所谓G2国家，我想都别想，路还很远呐。廷伟，我们刚刚看到那一份文章里面，第一个，他对伊朗完全切割，这太坏了，就是说。我真的没有帮你，你还要谢谢我。就你后面还提到一大堆什么？他说不管怎么样，尽管我没办法帮你，但是我还可以怎么样对付台湾？我心里想，你到底在讲些什么？他切割的非常严重哦，你知道他在几个层面都开始在讲伊朗的坏话哦。因为这些文章来讲话，网络上大肆的都在抨击伊朗过往的作为哦。首先第一个，他记仇，你知道吗？记什么时候？孟晚舟啊。你记不记得华为那个公主孟晚舟当时出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呢，竟然伊朗他说伊朗竟然去私底下跟美国套交情，跟美国讲好，结果你华为也不用，然后你什么东西也没用，那当时也没有替孟晚舟讲几句话，所以他第一个把孟晚舟的过往的这个往事呢，揪出来讲。那第二个呢，还提到什么东西？就叙利亚。什么叙利亚呢？他说叙利亚当初不是那个阿萨德政府还跑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中国还支持他们吗？结果你伊朗竟然认为说中国在搞他的后院，为什么呢？本来叙利亚就是伊朗的势力范围，对。那当初来讲话，阿萨德政府跑去跟中国求援的时候，你不帮忙就算了，你伊朗在背后来讲的话，还给我们搞小动作，还给我穿小鞋，什么意思呢？我表面上我帮忙阿萨德，那我们就应该共同一起来帮忙阿萨德，不是吗？结果你伊朗认为说你中国的影响力进入到了叙利亚，所以伊朗要把你这个中国的势力肃清掉。这种做法不是本末倒置吗？所以现在中国就在批评你伊朗当初的这个作为，竟然反倒是没有合作，反倒是在。所以他现在完全什么？中国已经把伊朗的仇都一笔一笔记下来。是啊，所以从以前一笔记下来。然后现在你出事，我就全部讲出来。对啊，然后还有恐怖情人呢？其实中国正在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到时候如果你出事的话，或者你发生问题的话，你不要在那边怪东怪西，说我中国没在挺你，对，因为根本你跟我之间也没什么太大关系。所以我今天来讲的话，我就算你出事，我也不会被你惹火上身。好可怕的人哦！马上在切割，你知道吗？那我们上一次也提到说。
中国开始有一方面就是对川普示好，然后一方面对伊朗这边来做切割。那显然一件事情嘛，其实伊朗做什么事情，中国自己心里很清楚。请问你看到哦，这是《时代》杂志，他说截至周六，抗议者死亡人数可能已经达到6000人，他不是400-500人哎，他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是因为听说连医院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大体都已经叠起来了哦，然后有很多的尸袋都已经来不及这个运送到这个现场去哦。那基本上死了很多的年轻人哦。你如果仔细看那些画面来讲的话，或怎么样倒下来的不是那种老年人，或不是小朋友，都是大学生或者是中产阶级的这样的年轻人。那这种做法就可能是什么？这些年轻人硬拼的生命跟军警之间发生冲突，才会被扫射嘛，或者是被枪杀嘛。川普今天才要决定到底接下来怎么对伊朗动手，我们等着看。廷慧，我们刚刚看到这一篇文章里面，它有个关键，第一个它是切割，第二个我刚刚一直讲到，它里面竟然谈到台湾事情，我就想到底发生什么事？结果我把这个文章我稍微念一下，他说不要认为中国害怕台湾的问题，恰恰相反，中国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只要谁敢在台海问题上伸头，那就必然会斩去。不管是小日本，甚至美国敢来，中国也一样会斩断他的头。你不是讲伊朗吗？又跳到台海，对，担心什么嘞？你不是觉得这些文章根本是画蛇添足吗？为什么呢？你批评伊朗就算了啊，你跟这个台海有什么关系？对，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啊？这个伊朗是伊朗，然后你们去处理伊朗，那你不要以为我中国来讲的话，把这两件事情就是说会把它放在一起，就是说我如果没有伊朗的帮助来讲的话，我中国对台湾来讲的话，就好像失去了一个背后依靠的，没有啊，这种是典型的宣传手法，到最后一段都一定写到台湾也就是说，他告诉你说，我今天就告诉川普，告诉美国说，就算是你们处理掉伊朗，你也不要以为我会害怕你啊！这种是等于是间接呛瞎川普的动作。但是你以为美国他是吃素的吗？他看到这一段话，可能更火上加油，认为说台湾绝对让你不能动。那台湾来讲的话，他绝对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维护台湾，避免你采取下一步动作。瑞德哥，我们刚刚一路讲，中国在这几次事件，从委内瑞拉到伊朗，闷不吭声，难道真的不能打吗？中国说没有，我们很能打。你看到我们这个，我们中国有超级战士，太厉害了！你看他拿什么？第一个191步枪，大腿上挂着霰弹枪，后面有火箭筒，更厉害，来看他的背，还有无人机。真的太强了吧！那么照你想想看哦，如果拿了一支这个等于说那么自动步枪，那么通常呢，我们在战场上面至少要有3到4个弹夹吧？对装满子弹的这个弹夹嘛。那弹夹通常挂在你的这个胸前啊，或是你的这个前面的战术背心里面呐。那你还要有的部队呢，还会有一个防弹背心嘛，再穿一个防弹背心。大腿上如果按照他们这个超级战士，对不对哦？大腿上再挂一个散弹枪，对，然后呢，紧接下来后面还背了一个火箭筒，对，然后紧接下来还有个无人机。有无人机的话，一定要有个手机还是相关的遥控设备吧？他还带钢盔啊，你知道吗？照我刚刚讲的，随便夯不啷当加起来已经10几公斤了。我请问你在战场上你如何移动？重死了！那么这样的一个阿兵哥，事实上是不及格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很厉害，这中国解放军，哇，这个刀耍得真好。这个是武警的青岛的支队呢，听说在练抗战时期的这个破风八刀等等。破风八刀，告诉各位哦，在30-40年前呢，台湾也有这个大刀队的歌叫大刀歌啊。好铁大刀，好那上千烧，大的大刀亮晶晶，杀的弓飞心胆惊。哎，各位，这是我们国军的大刀歌，哎，很多年轻的大家连听都没听过啊，少河就没听过，对不对？年轻都没有听过，我们有大刀歌啊，这是我们当兵的那时候的大刀歌啊。好，问题来了，那么大刀或许没有用，但是这个也是一样，武警的这个青岛队的这个格斗啊，这个相关的铲子，我告诉各位，你不要小看这个铲子，他们用的这个铲子不是合格的铲子。如果钢制的合格的铲子，你知道那个铲子铲下去，连木头整个全部一铲下去，全部木头都断掉，树都断掉。对。那么有一个重点是，现在的战争里面呢，还有机会让你晋升格斗吗？我们一直讲美军有多强，三角洲部队有多悍，刚刚还有什么这种用声波的公式
他的腿都软了，结果你在那边给我练小李飞刀。目前得知，那么美军所使用的武器是直接丢一颗下去，对不对？所有的人全部都瞬间丧失了这个相关的攻击能力，还流鼻血，就是弄得乱七八糟的啊！还有让你有晋升格斗的机会吗？那么事实上，除了之外呢，那么中国啊最喜欢造神啊，为什么呢？所以现在又来了啊！现在在这个等于说东三省的这个沈阳的部分推爱国体验车。爱国体验巴士来喽！哎，这真的啊，这有点像当年啊，要学习雷锋精神，所以呢，英雄城市啊，这个抗美援朝，让这些啊，这个啊相关的这个等于说啊，大家来报名加入这个，加入这巴士，要报名啊？为什么？因为呢，它上午11点、下午2点半呢，各有一班这样的一个爱国巴士啊，那一张票不便宜，88块，然后呢，40个人要预约。穿着这个抗美援朝的相关打扮，它是沉浸式的体验，没有错。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压力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对不对？哎，这个就是太会了吧？哎，这个就是早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他们搞的那个话剧，就很可笑、很好笑的那种打扮。就打扮得非常好，还有人看到什么？看到哭了，说这才是我们的解放军，太强了。对，他们为了抗美援朝，对不对哦？说那么可恶的美帝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啊！我用我的这个血肉之躯捍卫祖国啊！所以呢，全军还要一起喊。啊，在车上呢，大家一起喊打倒美帝，打倒美帝，然后呢还要发土豆给所有的乘客吃。为什么说当年我们就吃这个？当年我们抗美援朝的时候，在这个朝鲜呢就吃这个东西很难吃啊，但是要活下去等等啊，很多乘客现场就落泪啊，没有先辈先贤这样牺牲，就没有他们现在的好安静啊，这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一种精神阿 Q 战胜法。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跟阿 Q 战胜法是什么呢？救国旗，救5星旗。原来有一段新疆民警巡逻时候发现，在冻结的湖面，现在呢动不动零下10几度，冻结的湖面下面有一个5星旗呀。所以呢，他们动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要营救出这一面5星旗。对，他们在这个结冰的这个湖面上面呢，要把它开凿，对不对？开凿要把它拖出来，而且为了让凸显他的英勇的事迹，所以他们包括无人机，包括各式各样的这个等于说拍摄了以后呢，再加以表扬。爱国是刻在中国人，太感人了吧！爱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面的信仰。在零下10度的寒温中，他们呢，那么不畏艰难跟生命的危险去打捞这个国旗啊，真是太了不起了。说来也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呢，去年一整年啊，整个中国到处都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啊，不是警察就是公安不然就武警，干嘛呢？一大堆5星旗被掉到不该掉的地方，比如丢到河里面丢到湖里面丢到这个烂泥巴里面丢到粪坑里。现在全中国所有的人都在救国旗不过那这些5星旗这些国旗是谁把它给丢到里面去的呢？而且瑞哥里面最好笑的是什么？是刚看到这个冰上面转，对不对？结果有网友说，各位有5个镜位哦，第一个单人全景，第二个双人全景，第三个中景双人侧，俯拍双人中，双人小拳。就要讲完之后，账号消失了，因为我错了吗？我讲错什么了？谁叫你的眼睛那么利啊？为什么呢？你怎么会看出来说这个根本就像是一个精心导演的一个纪录片，对不对那为什么眼睛那么厉害这几个这个等于说这个武警公安那么厉害远远的看就知道一个5星旗在湖里面等等这像是一出戏。像是一出精心导演的一出戏只不过你在旁边看热闹就看热闹，你干嘛把它说出来？当然就要把你给封锁禁言了。魏正，现在不仅禁言，河南根本是出大事，已经到快暴动了。为什么？一个健健康康的河南的孩子做健康检查完之后，没多久人走了，家长去看，你总是要让他去摸吧？说我孩子发生什么事？结果他不给碰遗体河南整个都炸锅了。是啊，为什么一个13岁的孩子，他念在这个住宿学校里面，怎么睡一个觉起来，这个孩子竟然已经走了？而且最荒谬的一件事情是，爸爸妈妈都还没有过来，你就要把人家孩子的尸体拉去哪里？所以你看多少人就挡住，你知道吗？就这样子，后来就是这么多人啊，是这么多车啊，对，然后他们就挡住，就后来没有办法，他还是强行的把这个孩子的遗体送到医院去。是后来到医院去之后，还那个家长才看到。然后你看他们就在讲什么？他说：“你看这个孩子怎么不莫名其妙就没有了，还把人家带走？你们看到右边的那个？他说千算万算没算到，原来死者和表弟同一个学校。”
第一个通知的竟然还是表弟耶！天哪！接着表弟通知姑父，就是说，然后家长才知道的。后来你知道吗？他那个家长心想说，怎么可能？我昨天还跟我的孩子通过电话。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你知道吗？他小孩子鼻子竟然是有一个流出粉红色的血液，然后他的胸口竟然被人家发现有心脏的地方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洞啊！他被戳了一个洞。对，然后呢，你知道他们就心想说，我的孩子怎么可能？我孩子心里有个洞，到底怎么一回事？就后来官方的说法说，哎呦，我们已经经过验尸了，这个没有外力的伤害，而且呢也排除了中毒啊。所以呢，从头到尾，我跟你讲，现在确定了是心因性的疾病导致他突然死亡了，而且是官媒讲的哦，是心源性疾病导致死亡哦。是，而且呢，他说那个胸口啊，你们不要乱说，那个胸口是在那个法医在验尸的时候必须要进行的，哎，所以完全没有任何其他问题。结果后来人家心想说，哎，不对耶，第一个，他说就算你是那个进行相关的一个验尸，怎么会是在心脏这个地方进行这样戳一个洞？后来就有懂的人就这边回复，他说什么？我跟你说，这一种哦，他们就是怎么样？因为你心脏提子之后，你为了要那个脏器新鲜啊，你必须要把它泡在所谓的一个组织液里面，相关的一个液体里面，而这个抗氧化这个液体里面是可以让这个心脏保存4到6个小时，所以人家就直接讲了一句，他根本就是准备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他看上是孩子的心脏。对，这就是太恐怖了。而且你知道我们刚刚不是讲吗？你孩子在学校出事了，第一件事情学校应该要通知家长啊，不是？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画面看到，他竟然直接要把救护车把人给载走。后来旁边有没有其他人货车挡住，其他人挡住，才慢慢的围下来。然后呢，大家你知道这一件事情，就像你刚刚提到的，1月9号到现在已经炸锅了，很多人都直接在他的校门口，然后呢，越来越多那个抗议人群越多，他嚣张到救护车直接撇头，是我照开。而且这是最开始的时间。后来你知道现在干嘛吗？不是很多人吗？他们现在开始封锁。他现在是开始封锁学校，因为家属今天要去讲法，很多的那个越来越多人，就你看街头出现大量的警车，为什么出现大量的警车？就是大家希望说散了，不要再来这里，没有这件事，没有你们想象的一些阴谋论，所以呢，就导致越来越多警车到。可是我就问你，一般正常的警，你看特警，连特警车都来了，旁边那么多人是什么意思？都是我的小孩在这边念书，我们也希望有个真相啊，到底事实真相是什么？我们只不过要个答案，结果你特警车都来了，这警察车来，特警车来，你干嘛？你搞震爆啊！你现在是把我们当成什么？你看原本连晚上都很多人，结果越来越多特警车来，警察连晚上的特警、公安都在学校外面来站岗了。对，晚上10点，你看经过，等一下开车经过，发现全部都人。然后呢，你看这边又是什么？特警车特别来来支持，然后就开始，你看全部亮亮的，全部都是特警车。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代表他们不希望这整件事情再持续延烧下去。结果到了1月10号第3天白天，还是你看1月10号第3天白天还是有人，你知道为什么还是有人吗？这个清源的这个清华园学校，其实它是国中跟高中部一起，学生非常多。现在大家就担心，今天是你家小孩，不然明天是我家小孩，不情侣配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小孩没有一个人睡得着。哇塞，你看这么多天之后还这么多人，因为大家都很担心我的孩子到学校真的安全吗？结果现在就竟然被封锁的水泄不通，竟然真的他们就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这件事情，官方、中央、地方全部都要压。你看这么多人，黑压压的一整片都是人。现在甚至在网络上传出了一篇一个文章，什么文章？而且他们是开始就像是有一个宣传纸一样，寄到各个不同，塞到所有这个相关这个学区的信箱。你看它里面写什么？他就告诉你一件事情，与同胞书啊。他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件事情，我们要查到底啊？他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啊，他可能是什么？明天啊，在我们的头上啊，搞不好就一块砖啊。为什么有可能是一块砖？搞不好我的器官配对中了，你要的就是我的一个器官啊。所以他说，其实家长的要求很简单，引入第三方独立的法庭、独立的调查员。其实说实在的，也不过就是公开透明一个真相而已。结果到最后，如果连一个学生的死都不公正调查的话，
那我们每个人还剩下什么样的安全？1月11号，警察5步就一个刚啊，10步就一个哨啊！老天爷啊，这个情景只在哪里看过？完全清空你知道这个是像什么吗？像当时的新疆维吾尔族人被带走，所以他们心想说好可怕哦，就是怎么现在连河北这个小地方新蔡县也搞得像新疆一样，所以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政府甚至以修路之名，这个很可怕，修路之名，结果就开始，你看他说我们要修路。连道路同路都封锁，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对，他把这个事情就是封锁在这个新蔡县，就是封塔，他不让你串联，对，他不让你往大城市跑，他怕你其他县市人来声援，显见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中央到地方，你看，天哪，这个根本就像是政报部队一样。他为了这件事情，政报部队真的出来了，搞了3、4天到现在，封路政报部队，你知道这完全是什么吗？完全根本就是像是在这个陈抗的一个镇压行为。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很担心这起事件会星火燎原，进一步导致全中国的父母们因为担心自己的孩子的生命安全而开始变成全国性的大抗争。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